好了，今天我这辆是一个2019年的Toyota GT86 GR Sport 的一个版本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方向盘啊、仪表都有一点不一样的，也有经过 remap， 还有经过一些改装，所以我们来做个0到100的测试。我们把 AC 关掉，我们换去 Sport。OK，3、2、1 ，Go！为什么它掉头走吗？因为前面有 block， 看到吗？哦，那摩托你看，哎呦，搞不了的。哇，这个天色好像不怎么漂亮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艾德人，艾德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来 POV 跟定乱试驾系列啦。今天呢，我身后面又是一辆 Toyota GT86，那这一次是车主啊汉，你好 ，Hello， 哎 ，morning 啊，特地从 JB 下来哈。那今天带给我们观众什么车呢？就是一辆 GT86。你们一定很好奇，为什么之前我拍过 GT86 了，这次会再次拍 GT86 呢？是因为它的版本有一点不一样，它除了是 Auto 之外，它是一个小改款的哦，而且是一个 GR Spec。对，很特别，尤其它的 meter 啊是非常漂亮。据说呢，这个价钱也炒得不便宜哦。我们等一下会上山试驾，那 walk around review 呢我就不做了，因为之前我也是做过了的，你们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改装了什么，然后我们去上山体验的。重点是这个天色这么黑哈，我的朋友已经上到云顶半山，他们说云顶下雨，那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是哪个体验呢？你的车改了什么东西呢？GRS 来就是 F50那套 STI 啊，我是改它的 rack disc， 前面跟后面也改过哈，一个通风的哈。它的 rim 也是 GRS 原厂的，这 GR Sport 原厂的那个黑色。普通那种 GT facelift 是那种比较银色那种不一样啊。所以你会看到旁边这个门那边可以有 GR Sport 的一个 badge， 这样你有改避震器吧？有 tin 的那个 flash jack。哇，你下到大概不到1根手指哦，半指这样哦。真的，我的手塞得满满的在里面哈。所以我刚才讲那个 parking 场我进不去。轮胎呢是215/17寸的Michelin PS5 的轮胎，后面是225，所以前面215，稍微不一样啦。还有加 spacer 哦。哦，你前面轮胎会出来一点，所以它才跟 Fender 对齐哈。GRS 的外观还有这个下面的 skirt diffuser 都不一样了，多有一个唇，我以为是自己加的，是它原装。原装啊，我尽量 keep 它的 GR 的外表啊。这个车灯也是换过了，副厂的不是原厂的，所以它 daylight 是一个好像 C 这样的字形的。前面呢这个就会有一个 GR Sport 的 badge 在这边了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也是自己粘的啊，自己粘的，多了一个大镜的，好看一点点啊。原装的压尾，后尾灯也换过了。这个排气管方面，你有做什么升级吗？整段 custom， 然后它的黑的是 titanium， 所以是有 on off 的 valve， 有 valvetronic 啦。自己选购方面呢，前面是一个麦花臣，后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双 AB 的一种设置啦。之前我也是驾过云顶了，GT86无可否认是一个操控非常好的车。首先你打开这个门之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就是阿坎塔拉的这种内饰材质，然后这里有
有车缝线哦。这个椅子呢也是白色车缝线的啦，黑色的座包。最不一样就是小改款的版本，它的方向盘都是改成了多功能的这种方向盘。这个 carbon 是自己后期安装下去的啦 ，GR 的 logo 在这边。仪表方面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白底的。小改款之后呢，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液晶仪表的显示，它可以显示油温啊、机温啊、水温啊那些都可以看。大button， 我们来打着引擎来看一下哦。哦，现在是打开 WAP 是吗？嗯，现在是开着 WAP。哦，那个2000转很烈一下啊，这里。超快。7000的话就很刺耳啊，按上面，然后就只是关掉。哦，那给我踩一下啊。嗯。哦，这样子、啊。按上面就开掉啊，然后就踩啊，就比较吵一点。OK， 没有彩色很安静一下的、哦、这辆车，内饰气氛灯啊、唱机啊，还有这些button我就不说，因为这个是跟上一代是一样的，6速的自排变速箱。之前我有试驾过 Auto 的，上过乌鲁亚米次啦。云顶是没有正式拍给大家看过的，所以它是一个6速的自排变速箱啦，它是来自跟 IS250同款的一种变速箱，可是它的 tuning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去。这边还有换过这个像日本的风格的哈、哦。Alright， 我们去打开引擎盖看一下吧。哇，藤原豆腐店啊！自家用哈，你知道这么叫86嘛？没有错的话，它的冲程是86×86，所以就是为什么叫86。2.0公升的自然吸气水平质 Boxer 引擎啦，然后它是有 Direct Injection 的，史上数据说是200 PS， 还有205个牛顿米的扭力，它的压缩比不算高啦。可是很多人呢，就是后期会做什么啦？去 Bond Turbo， 他们会有那个 Bond Turbo kit， 不然就是有 Supercharger kit， 很多东西可以玩啊，这样子。所以换过一个风格，这个 Blitz 这个喉管那个哈，这个不值得买哦。啊，怎么了？1000多块没有什么差别哦，声音厚一点哦。然后黑的也是有换过啦，是在下面啦。水箱也是换3 layer 的，哦，3 layer 了。oil cooler 在前面。如果说原厂的 Dyno 它会出来多少匹？因为纸上讲200嘛。原厂啊，有些人150、160都不一定啊，看那个 engine 的健康度，有些人160都算不错一点了啦，有些人更惨拉到150这样子差不多。那之前你那个是多少？对哦，我163啊，之前拉。163。OK 啊，会差一个40匹左右啦，跟纸上跟轮上是不一样的东西来的。很多人不知道的就那边屌哦。原厂讲200 PS， 你拉出来都不到200，哪里可能 ？Premium 之后你可以做出多少匹？178 on wheel 啊。看来要得到200匹都比较难一点哦。除了美诺啦，我觉得美诺。除非扩缸哦到2.1 L。我又想到一样东西哦，新款的 GR86 2.4那个可以下到去吗？可以哦。可以，人家有些爆 engine 啊，就不要换回这个2.0，就换2.4的那个。那个更有底气，因为毕竟还是一个2.4哦。像你的车是打97还是95？ 97。那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子啦。我们就上山试驾 ，Let's go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试过这么下着雨这样子上山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次就来一个体验。我们开一个 Sport， 然后我们去手动模式。这手动模式很有意思哈、哦。它现在因为改了 exhaust 的关系，在听到吗？换挡的声音，有点 DSG 的 feel 哈。再来，2000转这样的换很好换的话，这样子的声音。下雨天我们就没有开 Sport BSC 了，我们就来一次体验啦，因为毕竟汉呢是从 JB 下来的，没有放人家飞机嘛，对不对？PS5 的轮胎相对来说比较适合我们这样子日常生活驾驶跟使用，排水能力不错。如果你比起那些 AD09啊，或者是RS4啊，大哥，什么声音？滴一下的。哦，对。哦，那个水温90度啊，很稠，我要给它剪掉啊。抓一下这样子，因为没有关掉 ESC 嘛。哇！可是这个 BS5 无可否认，下雨天很 OK 啊，很有信心的，我很喜欢。BS4 跟 BS5 嘛。之前我驾过乌鲁亚姆的时候哦，我都觉得这个变速箱哦，它那个反应是比
比 IS 来的更加不一样，而且还有降档补油，虽然还不是做的太顺那种啊。它的沥水我 feel 到大概是5000转这样才来哦。它下面1到3千没有什么力哦，没有什么力，然后4、5千会更空，4、5千空，然后6千它就直接推你了，就比较高RPM，然后会直接推你上去。哇，我跑直线是感觉是这样啊。是咯。哇，一直不会背。这个降档补油，我觉得它好像怎样讲呢？它先特地点一下声音，嗡，然后才结合到，所以我觉得稍微会慢一点点。妈的那个摩托，傻嘎，有什么理由你会比里面慢？真的 ，OK。像开德波这样哦，一到一个转速。哦，那个声音。还没有到太高转，它不会有那个要换挡那个，好像有摩托，它好来吧的，快又不快，让又不要让。感觉降档有时候又没有补油啊，哎呦，怪怪的，怪怪的哦。这还是转速不够呢，可能要高转呢。你一直拉低档位啊，这种比较可能2号、3号跑。这个人是上去了哈，是哦。玩不到极限。我看到有一个好像水沟一样的水啊，哦，这种黑黑，有一点担心这样哦。很高震，它才有那个声音哦，好听。OK 哦，打压不错不错。摇低一下，它的 ABS 啊，那种全身管车有时候缩缩的，所以你没有关到它也是滑，会滑一下。就那时候我该跟你讲那个在热尔包，它轮胎没有锁，自己给你滑，滑一下也是直接滑得完。然后这种就呜过去，哦，幸好是拉得回来啊。其实下雨天的话还是要很小心驾，因为每个轮胎都够力的。
这样子体验下着雨上山了。可惜玩不到极限。啊，OK 啦，已经可以试到下雨的极限吗？没有啦，还可以，还是要保守一点加啦，因为这种最怕地上会有油渍啊，所以没办法了。我试过一次云顶有油渍，我都怕了，那一次。那摩托跌倒，所以我家头大阿迪斯那一集1.8的，够力。他不懂 block 来着嘛，他就是听到你 exhaust 好就不给你上哦。哦，这不是很多车不用上？是。上个礼拜我是试驾家庭车啦，没有试。开 VTEC 这样哦。我其实是很喜欢 NA 车，是它的力是顺着上。如果现在 Super 车也是啊，顺着。啊，顺着的，是看你喜欢什么了。我喜欢顺着上的感觉，那种高转窒息。有德波其实也是有它的乐趣的。不同世界啦，我可以这样子讲，就好像你今天叫一个油车跟电车，完全都不同世界的分别。所以电车是很快没有错，可是你 feel 不到那个车的那个转速跟它那个换挡的感觉，对，是真的很快。然后如果你是德波车呢，你就 feel 不到高转越来越有力的那种感觉，顺着去的，所以都是不同的东西啊。哎，当然说了这么多，我2个都要了，3个都要。电车也要，自吸也要，德波也要，这样子我才爽。我喜欢这种没有什么电子辅助的。其实它的方向盘是一个电子辅助，可是我给我的感觉，不懂是我错觉吗？我之前驾过的一次，我觉得它的 steering 很重的嘞，但是那个是 pre-facelift 啦，这个 facelift 好像整个 steering 比较轻去嘞。可能是因为我的 lower arm 要坏掉了，也可能吧。所以我驾过，我讲 GT86 的 steering 是我驾过蛮硬的一个很接近 Go Kart 的一个方向盘。拉高 RPM 就这样子。哦，还可以哦，不错。喂，这是水还是水？抠料？水水啊，水。feedback 很好，所以我很 feel 到它的那个屁股是在这么，哇，这个地上滑哦，哇，真的滑，没有问题的。哦，它的牙。这么嘞，有时候它会懒惰一下，这样慢去。其实当年你买这个 Recon 回来多少钱啊？这个 spec？ 这个 Recon 啊。差不多 on the road 要接近200哦。哦，接近200哦。on the road 的。它
就是等于这个 GR Sport 的 spec 呢，就等于你买 BRZ 的 STI， 差不多。它有那个包雨啊，有那个那个 badge 咯，有那个 badge 啊，然后 steering 啊 meter 啊这样子。Civic， 人家一定觉得我们手嗨，下雨还这样跑。有 Civic 啊 ，Civic。86也还没有这样惨，Civic 还是跑得赢啊。下雨天。2跟3牙喂，我这车。它响一下不了是吧？97啊。是啊，是这样啊。所以你上云顶有试过上云顶最高的分是多少吗？90也是差不多这样子哦。90多啊。下车棒呢110啊。有上到过110。终于在云顶了，7500转了啦。feel 到6000过后会比较推一点。哎 ，OK 哦，它的 brake 不错哦。有放过啊。不错。然后 brake pad F50。那个 brake pad 也是很贵耶。哦，谁？你拿 Brembo 的？我不懂诶，或什么牌子忘记了。可是我懂，前面 4 board 的是850，是还好啦。可是后面 single board 哎，是一样。Single board 还是850哎，850啊，哇，贵到死！我刚刚试了踩油，它不甩，它不甩。它不甩。Sport VSC 就应该会哦，因为之前我加美诺那个4个 Sport VSC 嘛。是的1号牙也有补油。可是讲真的啦，美诺跟 Auto 的动力很大分别的。谁？真的很大。因为感觉到 Auto 就是因为有 torque converter，它有一点动力流失啊。所以美诺有它的乐趣，Auto也看你自己本身啊，看你自己本身啊。主要是我驾这辆车，我还有那时候买有考虑到要 daily drive，就没有买美诺啊。如果我有 daily drive 的车，我就买美诺啊。是哦。他以为你要撞他。哇 ，OK， 终于上到顶了。Yes。OK 啦，这个轮胎 OK 了，可以用。米其林没有给我业配啊，米其林是不需要业配的，因为它也有这个知名度了。所以你很少看到他会 sponsor 人 sponsor 这个 YouTuber 什么，他没有给我 sponsor， 可是这个轮胎是的确不错的。这辆车会吃油吗？这样子，打满多少litre？看怎样叫哦，我最高是试过，如果97啦，150是只跑170 km 这样嘛。如果你好好驾，应该是到400可以的，150块97的话。好好驾，就代表你不好好驾，烂脚啊。讲真的 ，GT86呢，这个时候适不适合玩？我觉得是不错玩一下啦。OK， 如果你讲买 Prefacelift 的话，现在价钱，Auto的话8、90千罢了嘛，左右嘛，你可以买到了。可是缺点就是这辆车就来不能 loan 了，
看你买多少年的啦。如果你买14年，就代表10年了嘛，你还可以 loan 多5年哦，最多。而且2门车的话，通常这个 deposit 都听讲要给多一点的，要给30%的这个头期，所以就看你喜不喜欢玩一个后驱车然后又是一个2.0自吸啦。当然这辆车很多东西可以改装，你不用担心，只要看你有没有钱而已啦。有钱就什么都可以。其实如果你买一个手排的跟一个 NA， 其实也是蛮不错玩。直线你就可能就不够人家来，可是86其实都是玩到的。再 top up 一点点，你们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MX-5 1.5 soft top。之前我有驾过美诺的版本上山呢，那个也是一个驾驶体验蛮不错的车，而且它够轻，这个是重点。所以1.5的NA 呢也是不错的。当然你再有能力买2.0哦，肯定那个2.0是快过这辆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轻，这辆车重1300公斤左右，尤其是 auto 比较重一点哈。非常感谢这一次汉的这个特地下来也是刚好有车展啦，所以我就说，哎，这个时期你不如安排一下，看到这边有车展可以看啊，顺便下来试车这样子。非常感谢老板。这个唱机是后期改的哈，他来的时候是什么？是那种哇，全部日本字，看不懂。哦，明白，日本字来的。我就换这个，可是那个有 JDM 味道一点，小一点嘛，这个比较大力嘛。除非换 Kenwood 咯，因为其实 Kenwood 很喜欢出斗大 size， 刚刚好的那个尺寸。这是9寸的。看你之前。不客气不客气。OK 啊，紧张一下哈，下雨。下雨啊，真的，我要赶快先结个尾了。所以这辆车好玩，之前有驾过一次，我都上过乌鲁央啦，没有正式拍过上云顶，所以这次来一个也是不错体验。下雨，给你们看一下 GT86 的表现，因为86都是要玩操控的嘛，是吧？Handling best。如果你们有玩 GT86 的朋友，或者想要买86的朋友，不妨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他看。还有就是不要忘了分享这个有美诺的版本给他看，看他考虑买哪一个。但是个人觉得还是买 JDM 嘛，买美诺会比较好一点。除非你真的是不会驾美诺，不然就是想要每天 daily drive 跑来跑去的，就只好买 auto 了。好了，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 ，Goodbye。